Hello，大家好，这回跟大家聊一下 WISE 啊，就是本身的话，我上个月去美国的时候呢，我本身就计划好去美国，飞机一落地我就打开手机去开通这个 WISE，因为当时呢在中国已经开不了了啊，所以说呢去美国之后开呢，我原本想啊，第一个能开，然后功能不受限，而且呢还有一张实体卡，这是非常好打算，因为我在美国有地址嘛，那所以说非常好。结果万万没想到啊，就是因为我那个地址是内华达州的，结果没想到内华达州是有这条规定啊，就是我不能开通余额啊，我只能说我发送汇款是没问题的，就送钱没问题啊，收钱收红包收不了的，只能送红包。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，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处啊，所以这个账户我都有在想，要么注销掉它，还是我等等啊，这内华达州会不会改法律呢？这个应该是内华达州当地法律的一些相关设定啊，万万真的没想到。我觉得我做功课做攻略还是挺足的啊，我真的没想到这一点失误了。那么针对这点啊，其实中国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是完全可以开通。但是现在中国的话，好像中国内地居民是不允许开通，除非这个人是老外在中国工作，那是可以直接开通的啊。那你还得绕道。那香港的话也是开通不了的啊，香港甚至说你可能都那个不在这个名单之内啊，这个名单里面是没有的啊，香港是没有的。那你像美国的话，至少除了这个内华达州，你阿拉斯加、夏威夷都可以开，对吧？好，下面的话有几个地方啊，比如说巴西的话，它是要居民啊才能开。那马来西亚的话也是有限制啊，就是企业账户是没法有余额的。菲律宾的话企业账户也是不行的啊。印度的话也是有相关设定，印度是相反的，企业的话呢是可以收钱啊，个人号呢是不可以收钱啊，这个不一样。那如果说你在这些地方的话，我觉得你注意一下。好，那么我现在要说什么呢？现在要说，其实你不用开通外事，你也可以收钱。你开通外事之后呢，你这个钱呢，说实话，别人打给你的话比较方便一点啊，打给你的余额里面，那你后续再处理，比如说你汇款到香港、汇款到美国、汇款到中国都可以啊，对吧？你也可以转给别人，这比较方便，是吧？那如果说你像我这样子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不要担心啊，你可以收到这种你的一些外贸朋友的外贸客户的给你的钱，比如说我刚好我要收一笔钱。那个是一家公司给我打的钱，钱不多啊，70英镑左右。那我不是没有外事了吗？我的外事我跟他说我是有的，然后我忘记掉了，我说我的外事是被限制好的啊。然后呢，其实有个很好的办法，就是用微信跟支付宝，其实它是跟外事是有合作的。那比如说微信来说的话啊，你就打开微信，然后搜索微汇款，然后这边有微汇款的这个小程序跟公众号啊，你可以直接点小程序也没问题。好，到达这个页面之后呢，其实它还可以收细联啊，真的现在真的很方便。以前收细联的话，要么去邮局，当时还有一家什么光大银行是可以线上托收的，你其他银行都不可以托收啊。你就点我要收款啊，汇款也可以啊，我要收款好了。收款之后呢，它就会出现一个收款名片啊，绑定的银行卡啊。其实这个钱呢跟微信是没关系的啊，只是微信是合作方。那钱到了这个微信里面的话，它自动会转到你的银行卡上。然后呢，你这边的话也可以点分享名片，也可以复制信息。那一般来说哦，你点分享名片啊，老外可能还看不太懂，因为它是中英双语的啊。那个不可以选择单语言版本的。那我觉得还是复制信息，然后你把那个中文删掉吧。好，信息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那姓和名这个没问题，但是这个名字之间呢，比如说像我是有两个字的啊，张三丰的话，山和丰是中间有空格的啊，这个的话你不用管啊。你其实这个顺序啊，我看了它外事里面的话，又把你的顺序改回来了啊，full name 改回来，这个跟那个微信啊、支付宝真的是有点不太好啊，因为中国的 full name 的话，这个顺序呢会把姓放在前面，是吧？老外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你这边显示 full name 跟那个顺序不符合啊？其实你复制给他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这样写吧，就是自己手动编辑一下，把 last name 跟 first name 搞对就行了啊，第一名字和最后名字搞对就行了，其他不用管。好，那么现在开始说支付宝如何去收这外事的钱呢？其实支付宝的话啊，你搜这个闪数收款啊，就搜这个词。但是呢，我怕忘记或搞混淆，我就搜这个国际收款也能出来啊。然后你再点这个闪数收款嘛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收了一笔钱，就是70英镑吧，啊，645人民币。然后汇款方的名称它是企业号，然后呢汇款时间啊，呃。这边要说明一下啊，其实这个差不多啊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我是汇款人，我是收款人啊。
其实只要这个我是汇款人里面，它会显示那些机构，比如说熊猫数汇这些机构都在里面啊。那这些机构的话，其实相对来说，你既可以汇款，也可以收款，都没问题啊。所以说你不需要再去注册一个账户啊。但是如果说你说我直接在支付宝里面去汇款的话，跟我直接去找熊猫数汇的客服经理去汇款的话，有什么区别呢？那肯定有区别嘛。那客服经理的话，他能赚钱嘛？能赚钱的话，他会给你优惠券，这一点区别啊，就这点区别，能手续费便宜一点啊。然后呢，下面的话点那个复制信息啊，收款二维码，收款二维码最好别用啊，怕老外搞不懂。这个钱呢也是一样的啊，入账啊，汇款来源是美国的啊，其实这个公司是英国的，钱来源是美国，这还真不知道啊。然后就这个 OK 了，钱直接到人民币了啊，它必须要转换成人民币才能给你汇款，因为在 Wise 里面它有一个币种转换程序。好，这个支付宝稍微好一点啊，支付宝为什么好一点呢？它这个复制信息啊，它没有 full name 啊，只有这个 last name 跟或 first name 啊，所以说 OK 了。然后你把这信息复制给他就行了。这边呢也顺便提一下啊，其实不是说每一个老外他的账户都可以给你的微信汇 Wise 款的啊，因为我优先是本身是给他这个微信的时候收款信息，结果他没汇款成功啊。后面的话他这边他给我看他的那边的展示截图啊。只有银联卡或者说阿里 Pay 啊，那么我就只能给他这个阿里 Pay 了啊，因为银联卡啊卡号很长，我怕他搞错啊，所以说搞个阿里 Pay 给他就行了啊，然后就 OK 了。那么刚刚汇款的时候那天呢，他可能是周五、周六的时候，按正常来说，我看那个支付宝上显示说80%的汇款在2小时之内就会到达，结果我等2天都没到啊，最后我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你那边这个进程是什么样的？结果他点开来看也没有任何的更新信息，幸好周一时候到了，否则的话这个事情我感觉又是搞得很乱啊。